臣遵旨。等等，守卫皇陵的一干人等全部下狱严查，让咱知道谁在背后搞鬼，诛他九族。是，陛下。多谢姐姐。这下有钱吃饭了。去！哪来的小乞丐，也敢拦我们小公爷的路，活腻歪了吧？明朝这些兄贵子弟果然没一个好东西，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都不收敛一点。是雄鹰？不对，雄鹰不是死了吗？站住！先别走。干嘛？洪武15年，朱元璋嫡长孙朱雄鹰染疾天花而夭折，年仅8岁。朱重八，雄鹰皇室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要不是吕氏告知于我，我岂不是要一直被蒙在鼓里吗？妹子，咱就是怕你知道大孙没了，会守不住啊！陛下，不好了！皇太孙的陵墓被盗了，宫中的皇太孙的遗体下落不明啊！什么？妹子，你不能有事啊！御医，传御医！唉，别人穿越要么是皇帝，要么是贵族，可我穿越却变成一个死孩子，这叫什么事情？这孩子染上了天花，8岁就夭折，要不是穿越时带过来一车杂货，里面刚好有一批药，恐怕我刚活过来就又要死了。这枚玉佩应该和我现在的身世有关，可能是我的名字就叫朱鹰，可惜现在是大明洪5年，我要是敢说自己死而复生，肯定会被当成鬼怪。反了！咱可怜的孙儿年仅8岁就被天花夺去了性命，如今竟然还有人动他的灵体！某相，限你3天之内召回皇太孙的尸身，如若办不到，扒皮宣草！是我，九江，你不要啊！表什么表？死娘炮！大胆放开小公爷！住手！都滚！历史中记载，朱元璋对欺压百姓的勋贵子弟惩罚很重，我他是怕了。你要是再敢仗势欺人，别怪我告到朱重八呢，抓你进大牢！表弟，小公爷追吗？追个蛋！扶我进宫！刚才被我偷袭的那个公子哥有点奇怪，居然没派人抓我。我刚才好像听到他说自己叫九江，李九龙，也就是说，我刚才把大明战神的桃子给偷了。陛下，皇后娘娘急火攻心，病情又恶化了，能不能治好？臣一定竭尽全力为娘娘医治。要是治不好，你的脑袋就不用有了。臣遵旨。重八，不要苛责御医。我要是真治不好，我就下去陪雄鹰，不能让他在下面无依无靠。哎呀，妹子，你别激动，别激动啊！咱不为难御医就是了啊！
还不赶紧滚出去候着！是。崇八，常使在临终之前，那是千叮万嘱，让咱照顾好雄鹰。可如今，雄鹰不是，连尸骨都不能保全，我们真的对不起常氏他们娘俩啊！哎呀，妹子，我说放我进去，我有急事要见陛下。娘娘周边不准乱闯。哎呀，九爷，周江，好大的胆子！夜闯坤宁宫，当真觉得咱不敢杀你？九爷，雄鹰表弟他没死。雄鹰表弟他没死，下午我在街上遇见他了，他不讲武德，偷我桃子。你说什么？快扶我起来！小九江，你说的是真的，雄鹰没有死。九江，你没有骗咱吧？哎呀，九爷，黄奶奶，事关重大，侄孙岂敢撒谎？只是雄鹰表弟，他好像失了魂，一点都不认识我了。偷我桃子的时候，下手黑得很。咱大孙没有死，他还活着。九江，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。真的是上天保佑。崇八，崇八，咱赶紧去接大孙回宫，回家走。哎呀，妹子，你好好养病啊！咱这就跟小九江一起去，马上就把大孙给你接回来啊！好。陛下，没错，是雄鹰，咱的好大孙。禀陛下，咱小脸上什么事儿？陛下，末将奉旨前往皇陵拿人，守陵千户张当场服毒自尽。4年前，太子妃薨逝时，他的贴身侍女所服之毒，与此毒同源。你是想告诉咱宫里有条毒蛇，咬死了咱的儿媳和大孙，还有他们死后都不得安宁吗？末将不敢多嘴，只是今日凌晨，张炳一家7口全部被杀，没有留下丝毫线索。寻常人做不到。好一手灯下黑，给咱查，咱倒要看看是谁谋害了咱的大孙。末将遵命。九江，在。回去告诉你黄奶奶，雄鹰暂时不能回宫，你给咱找身破衣服来，越脏越好。是。九江啊，如果雄鹰的消息泄露，你知道后。舅爷，侄孙绝不透露半个字。大孙儿，我操！你醒了？你谁呀，老头？爷爷终于找着你了！你谁呀？还想占小爷便宜？哎呀，大孙儿，咱真是你爷爷啊！你刚出生的时候，咱就送了你一块玉佩，上面刻着个鹰字儿，不信你看看啊！老头，别以为我年纪小，你就想骗我的玉佩。我打架可是很凶的。大孙儿，你去哪儿？大孙儿，大孙儿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大孙儿，哎呀，大孙儿，哎，大孙儿，老头，你到底要干嘛？大孙干什么，爷爷就干什么。我饿了，要饭吃。啊？啥？要饭？要饭怎么了？你不也要饭吗？哇对，要饭那可是爷爷的老本行。大孙等着，爷爷这就给你要只烧鸡吃吃啊！你说的？哎，
那当然了，爷爷要饭那是厉害着呢。跟着爷爷，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。滚你个臭要饭的！你还指名点烧鸡？滚滚滚，赶紧滚，死远点！呸！真晦气！哈哈，烧鸡。大孙儿，不用担心，爷爷一定让你吃上烧鸡啊！哼！哎，等等咱呀！要饭很厉害，1天了，连1粒米都没要到。大孙儿，你在这儿等着咱说啥也不能让你饿着。陛下，末将已经查明，咱现在没心情管这些。大孙已经饿了1天了，哎，让你带的烧鸡带了吗？哦，在这里，里面有烧鸡和烧饼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好饿呀！穿越时带过来的红薯和土豆剩的不多了，要是加上那老头，恐怕留种都难。哈哈，大孙，爷爷给你讨来吃的了啊！哈哈哈哈！哎，老大啊，不，老爷子，你真的讨到饭了？那是，看我弄到什么好吃的了？烧鸡！烧鸡！来吃这个，快吃！啊，爷爷不饿。哎呀，我都听到你肚子里打雷了，你当我聋啊？老爷子，来个鸡腿儿。咱这辈子从沿街讨饭到坐拥万里江山，什么样的东西没吃过？哪怕龙肝凤髓，都没大孙塞给咱的这鸡腿有滋味。老爷子，吃饱了，赶紧跑吧。大孙，你说什么？咱为啥要跑啊？老爷子，说实话，这烧鸡是你偷来的吧？讨来的。哎，拉倒吧你！这一只鸡至少也要1两银子，哪有这么大方的人家给你1整只烧鸡？你要是被抓到，他们把你拖出去打死了，我可不替你收拾。大孙儿，咱可是你亲爷爷。你够了，一直占我便宜。你说我是你大孙，那你告诉我，你叫什么？我又叫什么？咱叫朱16，你叫朱荣英。啊，你真是咱的大孙。啊，这老头难道真是远生的爷爷？不是。不然他怎么知道我叫朱英？大孙，你别转了咱头晕。我的确叫朱英，难道你真是我爷爷？可是你怎么敢叫朱16的？你不知道皇帝叫朱重八吗？难道你就是朱重八？大孙，这皇帝的小名可不能乱喊啊，万一被锦衣卫听到了，是要杀头的。不过，咱真是叫朱16。那倒是，朱屠夫杀人如麻。你怎么看都像个普通乞丐。你说同样是讨饭，人家就能开局1个碗，最后讨到了大明江山。什么叫讨来的江山啊？那是不是，那是那朱重八打下来的江山。老爷子，咱们别互相伤害了，行吗？万一朱屠夫那小心眼儿知道咱喊他小名，汉个朱九族，咱俩谁都跑不了。叫咱小名叫朱元九族啊，咱是那么没气量的人吗？大孙儿，你现在能叫咱一声爷爷了吧？不对，如果他真是元生的爷爷，那他应该知道元生已经死了。那你先告诉我，我的父母是谁？还有，你怎么会变成乞丐？是被我爹赶出家门的吗？不错，咱就是被你爹赶出家门的。那咱当时说你没有死，哼，你爹不相信，
反而背着咱把你扔了出来。后来呀，咱就跟他大吵了一架，他把咱也赶了出来。咱身无分文，就在应天府周围流浪乞讨，历经千辛万苦才找到你的。原身得了天花，父母怕被传染抛尸荒野，似乎也很合情理。那你找了我多久？算上今天，大概是10天9夜了吧。时间对得上，看来你真是我爷爷。大孙儿，现在能叫爷爷了吧？爷爷，孙儿在呢。哎呦，乖孙子，来，再叫一声爷爷。爷爷，哎，再叫。打住！爷爷，你以前是干什么的？还有我爹又是干什么的？爷爷以前啊，就是要饭的，之后认识了你奶奶。你奶奶当时那个漂亮呀，爷爷是用尽浑身的解数才跟你奶奶好上的。原来我娘早就死了。爷爷，既然我爹是个不孝子，你还把重病的奶奶一个人留在家里，谁管她？是你奶奶非要咱出来找你的，而且咱托了隔壁的小莲姑娘照顾她。哎，倒是你大孙儿，以前的事儿，你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？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哦，那你怎么懂得那么多以前不懂的事儿啊？而且你现在说话做事儿，可一点小孩子的样子都没有啊。爷爷，你有没有听过神仙入梦？我就是跟着神仙学了很多东西，然后以前的事情都不记得了。哎，大孙儿，想不起来就想不起来吧。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呀？当然是给奶奶治病了。你不会像我便宜老爹一样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婆上西天呢？哎，大孙儿，咱对你奶奶那可是真情实意的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能治好你奶奶的病？刚才爷爷说奶奶的病症，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，是肺炎，用抗生素就能治，应该可以。真的，大孙，快走，快跟咱回家治你奶奶病去。咱出来的时候，你奶奶都吐血了。爷爷，你急什么？爷爷，你没看到现在天都这么晚了吗？我的药和一些宝贝都在山洞里藏着呢。明天一早咱们再去拿。我先睡觉了。舅爷。舅爷，黄奶奶她又咳血了，一直吵着要最后看一眼雄一表弟，侄孙劝不住她呀。九江，你悄悄把咱妹子接到六合县置办一处宅子，咱明天就带大孙过去。可是舅爷，黄奶奶她……可是什么？大孙，你们为什么会偷看我尿尿？我们……爷爷，你在跟谁说话？你是大明战神李景荣？爷爷，你怎么会认识他？难道你之前都是骗我的？大孙，事到如今，咱也就不再瞒着你了。其实，咱就是大明皇帝，洪武大帝朱元璋。舅爷这是在做什么？不是说要隐瞒自己的身份，不让雄鹰表弟知道的吗？爷爷，你这吹牛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？要不是我看过洪武皇帝的画像，还真被你骗了。人家洪武皇帝
可是长了张鞋拔子脸，你哪点像人家？不是，大孙儿，你在哪儿看的咱的画像？谁说咱是鞋拔子脸？爷爷，你还装？表弟，舅爷说的都是真的。舅爷他正是当今洪武大帝朱元璋，而我也正是曹国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龙。我说爷爷怎么敢冒充皇帝？原来你也在他九族里面。这么说是我想错了，你不是大明战神李景龙。你们俩好好的乞丐不做，居然去搞诈骗，一个冒充洪武皇帝，一个冒充李景龙，早晚被你们牵连灭九族啊！大孙教训的是啊，咱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做乞丐，哪像某些人啊，没事就偷别人的衣服出来啊！你看看这一点都不像个样子啊！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你表哥，他爹就是我亲外甥。这次他来啊，就是想告诉咱，你奶奶又发病了。哎，对了，大孙，你真的能治好你奶奶的病？哎呀，放心吧，明天一早我就带你们去拿药。明早？可是，可是什么？可是，赶紧把衣服换了去，一点都不着调。这。爷爷，这板车不会是你偷来的吧？哼，大孙，就这破车还值得咱偷？你不是说要上山拿宝贝吗？咱就把它捡来了。还是爷爷想的周到。爷爷，跟我来。哎，大孙，这就是你说的宝贝啊，看起来像野果。这玩意儿能吃吗？哎，大孙，这就是你说的宝贝啊，看起来像野果，这玩意儿能吃吗？不能吃？笑话！亩产1000斤的土豆，对于大明来说，那是能救活无数人的神器。爷爷，这可是真正的宝贝，咱以后能不能成大事，就靠它了。哎，大孙，你这些宝贝都是从何处得来的呀？别动！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能动这些东西。大孙敢凶咱了，太好了！大明的江山早晚要交到他的手上，有脾气才能镇得住那些臣子。好，嘿嘿，都听大孙的。哎，大孙，这东西咱怎么都没见过呀？我告诉你。太好了，奶奶的药找到了。把这些都搬到车里去啊！好。表哥，你使点劲儿啊！爷爷一把年纪了，你怎么好意思摸鱼啊？舅爷，冤枉！侄孙一直在用力推车，可不敢偷懒。咱说你偷懒了吗？白长那么高的个，身体又虚。行了，赶紧去讨点吃去，咱和大孙都饿了。是，舅爷。爷爷，你可不能养成懒惰的坏习惯，咱可是乞丐啊，老想着使唤别人，要是把别人逼走了，你还能养活自己吗？大孙，你还年轻，总不能讨一辈子的饭吧？你看这车要走得稳，前面得有人拉，后面得有人推，你呢，只需要坐在车上指挥，这就叫用人。可表哥也太弱了，才走多远就瘫地上了，还不如我自己走得快呢。弱不怕呀，只要他和咱是一条心，你就可以放心用。有些人是强，可是他如果要是表面上说帮咱，暗地里却要抢你这些宝贝呢，
你该怎么办啊？管理去，这是一个老乞丐该想的问题。老邓这是啥意思？该不会想要造反吧？老邓这是啥意思？该不会想要造反吧？爷爷，你跟我说这些，难不成真想学洪武皇帝玩造反？雄鹰要造咱的反，他是咱孙儿，大明的江山早晚要交到他手里。有这样的胆魄，未必就是坏事。大孙，咱小的时候放过牛，讨过饭，天天想着如何填饱肚子。后来爷爷和几个兄弟一起做生意，那就想着兄弟们如何不被欺负。可若是想要不被欺负，咱就要站在最高处。爷爷，你就别做梦了，造反也是要招兵买马的。你看你现在连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拿什么收买人心？靠讨饭吗？大孙，这你就错了。他朱重八当年打天下的时候，也是一穷二白的讨饭。他能识人善用，让蓝玉、常遇春这些大将死心塌地的跟着他，咱凭什么不能啊？爷爷，不得不说你勇气可嘉。不过现在真不是造反的时候，至少要到洪武31年，等洪武皇帝驾崩之后再说。对了，现在是哪一年？现在洪武15年。你说什么？咱洪武31年，皇帝驾崩。爷爷疼！爷爷，你那么激动干什么？咱有16年的时间为造反做准备，这不好事吗？咱大孙真打算造咱的反。等等，咱有点乱了。大孙怎么知道未来的事？大孙，你是怎么知道洪武31年皇帝驾崩的？他是怎么死的？说了你也不懂，总之听我的就对了。大孙是咱亲手放进棺椁的，如今他死而复生，本就离奇，难道当真是神仙入梦？大孙有了预知未来的本事。舅爷，表弟，看我讨到了什么？来。你吃。你先吃。好。吃完了还要去给奶奶治病呢。皇后娘娘，您都站了半个时辰了，要不您先回屋，等陛下和皇太孙回来了，奴婢再叫您。不打紧，我就在这儿等大孙回来。小莲，一会儿如果陛下和大孙回来了，你要注意称呼，千万不要暴露了咱的身份。是娘娘。是婶子。大孙，到了，前面就是咱在六合县替人照看的院子，还带了几亩薄田。奶奶，真是我的乖孙子。这就是亲情吗？这具身体的眼泪竟不受控制。太好了，我的乖孙回来了，上天保佑啊！奶奶，你放开我吧，孙儿身上脏。小调皮，以前你最爱在奶奶面前撒娇的。怎么，现在不喜欢奶奶了？哎呦，哪有？孙儿最喜欢奶奶了，只是孙儿现在太脏了。脏就脏，奶奶不怕啊。哎呦，大孙，乖大孙，爷爷千辛万苦把你找回来，可没见你跟爷爷这么亲呢啊！嗨，哎，怎么你还吃我的干醋不成？妹子，奶奶，妹子，你可不能出事啊！你别吓咱呀！快把奶奶放到房间去。
彪哥，把车子推进来，再准备1碗清水。好。别吓咱呀！你可不能出事啊，妹子！附近所有最好的医生都给我找过来，求御医呀，快点的！哎呀！医生给咱妹子吃什么啊？老大，你吼什么吼？这是给奶奶治病的药。胡扯！这样的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，你是不是存心想害咱妹子啊？咱诛你9族！妹子，糟老头子，你干嘛又吼大孙？大孙怎么你了？奶奶，爷爷他什么都不懂，孙儿的药能治您的病，爷爷还打翻了我给你的碗。哎呀，妹子，咱刚才是一时情急啊，只是咱的大孙子的药他太古怪了，咱不敢让你试药啊！行了，我相信我大孙，他不会害我的。大孙，把药拿来，奶奶吃。妹子，哎呦，妹子，你可算是醒了，我都担心死你了。哎呀，感觉怎么样啊？我现在觉得我的病好像好了。以前胸口像压着石头，喘气都得小口小口的，现在，反正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。妹子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，大孙他。嘘，大孙他把病都给你治好了。我就说大孙是咱们的福星吧。你这病啊，是当年跟着咱出生入死的时候落下的。咱对不起你呀，这么多年，那些御医都束手无策。咱大孙一下子就治好了啊！行了，忘了你怎么凶人家的，现在知道人家的好了。咱那是着急啊！我不听，反正啊，你得给我大孙道歉。啥？我跟他道歉？咱可是皇帝。行，你呀，回你的皇宫，做你的皇帝。我反正要留在这里和我大孙在一起。哎呀，妹子，咱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咱给他道歉还不行吗？大孙，你这个你在看什么呢？这上面这画儿，这字儿，这么奇怪啊！这我都不认识。我不告诉你。让你吼大孙吧，你看大孙都生气了。大孙都是爷爷不好啊，爷爷不该吼你。
奶奶，爷爷不仅吼我，他还说要诛我九族呢。诛九族啊？行啊，我就在大孙九族之内，你诛一个试试。哎，妹子，都怪咱孤陋寡闻，没见过大孙拿出来的神药啊，一时没管住嘴，说了胡话。哎，但是是这，妹子，咱可是真心的担心你。你们就原谅咱这一次吧。啊，爷爷，看来你是被奶奶管得死死的。就算让你造反当了皇帝，那奶奶也是马皇后那样的，一瞪眼就能让你跪搓衣板。反了你了，我越发没大没小了。糟了！说起马皇后，突然想起一个大事。爷爷，现在是洪武15年，对吧？对。那马皇后的孙子朱雄英是不是已经死了？快说，朱雄英是不是死了？是。那就没错了。过了今年，皇帝就会大开杀戒，到时候整个京城都会人心惶惶。咱们赶紧搬家吧。大孙儿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不是，那个朱重八，他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大开杀戒啊？就是啊，大孙，而且有马皇后劝着皇帝呢，是吧？皇帝他不会乱杀人的。是。哎呀，没用啊，没有人拦得住他了。因为过了今年，马皇后就会死了。你说什么？马皇后就会死了。你说什么？爷爷，你又吼我。要死的是马皇后，你激动个什么劲儿啊？哎呀，下来！真是。那马皇后可是个好人啊。而且他对咱们家可是有大恩的。那个马皇后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听书上说的，她死于疾病，有的说是肺痨，有的说是积劳成疾，哎呀，说不清楚。大孙，你说的书是刚才你看这本吗？不是的，奶奶，是别的书，可惜我没带来。大孙儿，先不管这些。你的药能治好奶奶的病吗？奶奶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吃了大孙的药，我倒是真觉得胸也不那么闷了，也不那么咳了，感觉轻松多了。那说明药是有用的，坚持吃药，半个月以后就能痊愈了。好，那就好那就好。爷爷，之前你不是不信吗？现在怎么又信了？哎呀，大孙，你现在说什么呀？那爷爷都信呀。大孙，你说你要把那个神药给马皇后，要是能把她治好，那你岂不是飞黄腾达？爷爷，你太天真了吧！先不说皇帝会不会信我一个小屁孩，就算我把药给他，万一不对症怎么办？就朱重八那样的小心眼儿，一旦治不好，咱们一家就得整整齐齐拉去菜市口砍头。看你干的好事，大孙都把你当屠夫了，动不动就诛人九族。咱杀人还不是为了江山稳固，给儿孙打下基业。咱何尝不像孙儿一直把我当成一个只会吹牛的老乞丐呢？大孙，就算你说的都对，那咱也犯不着，搬家吧。爷爷，你个乞丐懂什么呀？不管你想造反，还是想过荣华富贵的日子，咱搬家去北平，投靠朱老四、朱棣都是最好的选择。大孙儿，为什么要去投靠老四？
他有什么特别吗？奶奶，你不知道，朱老四20年后，他会成为大名鼎鼎的永乐大帝，武征漠北，封狼居胥，有这战绩的皇帝，千古独一份儿。哦，哎呀，那个不学无术的混小子，他有那么大本事？不对，你说老四他当了皇帝，他怎么可能当皇帝呢？哎呀，你又吼孩子，你跟孩子较什么劲呢？坐下。大孙儿，这些你都是从哪儿知道的呀？奶奶，我之前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里一个白胡子老头教我的。白胡子老头？大孙儿啊，你现在投靠朱老四也不行啊，北元还没有覆灭。北平那边经常打仗，如果你现在过去，岂不是将自己立于危墙之下？哎，奶奶说的在理，洪武皇帝的北伐还没结束，那我们该去哪儿呢？奶奶呀，就要跟大孙在一起。我大孙在哪儿，奶奶就在哪儿。现在的情况，妹子是不会丢下大孙一个人的。可如果咱也走了，朝中那么多事务，朱标一个人能处理好吗？大孙，咱现在身无分文，能去哪儿啊？而且你奶奶还没有恢复好身体呢，你总不能一路带着你奶奶去乞讨吧？是孙儿考虑不周了，当务之急是先给奶奶养好身子。爷爷，这里还有几亩田的，对吧？哎呀，那我这的田，哟，那我们就在这儿种土豆，不出3个月，我们就有吃不完的粮食了。有了土地，我带过来的那些高产粮食就可以发挥作用了。土豆、红薯还有杂浆水稻，都是碾压时代的东西啊。大孙儿，这个叫土豆的东西能当粮食吗？那是当然，土豆不挑种植环境，不怕旱涝，最重要的是它产量极高，亩产比麦子水稻要高好几倍。大孙儿，现在粮食的亩产也就200斤左右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玩意儿就是个圆乎乎的东西，它的亩产能达到500斤？不是，这时代的粮食产量都这么低的吗？那不能。我就说嘛，这土豆要是能达到亩产500斤，那天下的百姓，那也就不用饿着肚子了。即便是这样，只要粮食产量比之前的要高，就能少饿死一些百姓，你就知足吧你。是。大孙儿，这个土豆具体能产多少？保守估计1000斤左右吧。1000斤？1000斤也不错了。1000斤？你说什么？这东西能到1000斤？这东西的亩产能到1000斤？我要是说在后世，如果施肥管理得当，土豆亩产4000到6000斤，甚至更高。这老登怕不是要把眼珠子瞪出来。具体的还要看土地肥力，只要不是太贫瘠，能产1000斤问题不大。啥？大孙儿，你的意思是说一般的薄田就能够亩产1000斤？那岂不是说我大明的百姓如果都种上这土豆，咱就不用担心饥荒的问题了呀？要是当年咱有这个，咱的爹娘兄长也不会活活饿死。哎，大孙儿，这个土豆它能顶饿吗？口感怎么样？哎呀，算了，其实就算口感差点，只要能填饱肚子，差点就差点吧。奶奶，青壮年只需3-5斤就可以吃饱，而且土豆的烹饪方式很简单，烧烤、蒸煮都行，还可以炒菜呢。
哦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们做一顿尝尝。好。哎呀，你看这大孙儿多懂事儿。大孙，这口感不错呀，虽然吃起来有点苦涩，但越吃越香。奶奶，土豆是包着吃的。好吃啊，挺软糯香甜的，这一点也不苦啊。大孙，你怎么不早说？奶奶，你再尝尝这个土豆丝。好吃吗？好吃啊，脆脆的，你快尝尝。神物，这简直就是神物呀！大孙，这土豆在咱大明要是兴起来了，那咱大明可就能重现汉唐盛世了，那必须全国推广呀！爷爷，就算推广也不是现在，这可是咱造反的本钱。要是给了洪武皇帝，你还拿什么打江山？造反？哎，好男儿当志在四方。大孙，你说的对，此等神物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爷爷，你也别高兴太早，吃完这顿，咱就要去讨饭了。剩下的土豆要留着种田呀。哦，对，哎，讨饭可是爷爷的看家本领，你等着爷爷给你整好吃的去啊！奶奶，爷爷是不是靠吹牛把你骗到手的？嘿，那你爷爷当年吹的那个牛啊，那可比现在大多了。妹子，现在的大孙还是咱认识的那个大孙吗？样子一样，但是感觉嘛，完全变了。这孩子有太多的古怪，知道了太多连咱们都不知道的事儿。他若不是雄鹰，必为大患。宠爸，我们已经失去了他一次，我不想再失去第二次了。况且，他如果不是大孙，他何必救我呢？我能感受得到，他对我的依赖和亲近是发自内心的呀。希望是咱多虑了吧。哎，宠爸，当年雄鹰出世的时候，他的屁股上有一片红色的树叶状的胎记。你找机会，好。大孙，大孙，一上午了，吃的倒是没要到，水喝了一肚子。哎，大孙，你刚才不是吵着要尿尿吗？正好这会儿没人，来，爷给你挡着，来尿吧啊！爷爷，你像话吗？在大街上呢。哦，哎，大孙，大孙啊，你看正好咱也要不到饭了，不如咱俩去抓鱼吧，刚好给你奶奶补补身子。好耶，有爷爷在，水深也不怕。我们走吧。哎，好。哎，这边啊。
哎，大孙儿，快点抓着鱼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抓到鱼了！哈哈，嘿嘿嘿，大孙，看这鱼大不大呀？哈哈，沉吧。啊，沉。嘿。啊！真的是我的大孙！妹子，咱已经看清楚那孩子的胎记了，位置、形状和咱亲手放进棺椁里的大孙是一模一样，分毫不差。当真？啊，那就是我的乖孙回来了。哎呀，真的是上天垂怜呀！哈哈哈！啊，儿臣拜见父皇。哈哈哈，表儿，这几天让你这个太子监国，把朝堂事务处理的都很不错，所以啊，咱打算让你再多做段时间啊！哈哈，爹，孩儿想去看雄鹰。不，你不想，你不能想。咱大孙能出事儿，那是多亏了你这个当爹的没有好好照顾，更何况那个幕后的凶手十之八九就是你东宫的。不可能，爹！雄鹰发病时，孩儿衣不解带的守了7天7夜，直到他咽气。在此期间，雄鹰的饮食汤药，儿臣全部品尝过才让他服下的。不管怎么样，在凶手没有找到之前，雄鹰暂时不能回宫，有咱和他奶奶陪着他，你呀就安心的监国就可以了。唉，明日早朝，你自己宣旨，就说皇后身体不适，我呢也身体欠佳，陪大孙，哎不对，暂时躲在寝宫里，谁也不见。哎，拿着，咱去把妹子拿去换洗衣物，朝堂就交给你了，你先在这待着吧。爹，你先在这待着吧。爹，你是不是早就谋划好了，要当神手掌柜？你放屁！那咱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在这个位置上了15年，那什么时候懈怠过呀？咱是暂时把大明江山交给你，你给我照顾好了，要是给咱搞砸了，咱饶不了你。儿臣谨遵父皇教诲。这还差不多。瞎了你的狗眼！本宫的路也敢拦，你是不是活腻了？太子妃息怒，陛下有旨，皇后娘娘身体欠安，任何人不得打扰啊。身为王室，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陛下，儿媳只是想看望母后。皇后正在静养，无便打扰。于是你回去吧，把心思多放在允文身上。是，陛下。最近允文学习了《论语》，他说一定要背给皇爷爷听。今日咱还有其他的事，改日再去看允文。是，陛下。朱雄鹰都已经死了，陛下还这么偏心，我儿允文哪里比不上朱雄鹰？朱雄鹰都能被奉为皇太孙，凭什么允文就不能？难道陛下查到了什么？应该不会，那些事情做的都很隐蔽，没有留下任何线索，否则恐怕陛下早就动手。大孙儿，这咱不是种土豆的吗？这放地上就行了。土豆种植需要催芽、分种，然后才开始种植，解释起来太麻烦了。我说的都是对的，你跟着我来就可以了。哦，行，都听你的啊！我大孙儿现在懂得真多，不再是原来那个小鼻涕虫了。奶奶，没有人不会长大的呀，也不知道爷爷抓了多少鱼了，咱们还要把田地开垦出来，好多活儿等着他去干呢。
呵呵，看这小子写的东西，还是那么马虎粗心啊！但是这字写的不错啊，哈哈哈，有长进。去，谁又在念叨咱？参见陛下。宝相，立刻安排一些锦衣卫到百官家中。是，陛下。对了，再安排一些锦衣卫到后宫中，包括朕的妃子们。陛下，这是否有些不妥？陛下，监视后宫娘娘们，末将不敢僭越，谨慎一些即可。是。那东宫那边是否安排？一并监视，一并监视，去吧。是，陛下。哎呀，哼，咱真是老了，身体呀都不中用了。咱大孙马上就要开始种地了，咱这把老骨头啊，真是顶不住，得找点帮手喽。小九江，雄鹰见过了，可以带去。还有他爹，还有老四。雄鹰说他以后是什么永乐大帝，咱偏偏要他滚过来，乖乖的种地去。谁背后说老子坏话？不会是爹又要找我麻烦吧？宝儿，你记住了，在这没有皇帝，你也不是曹国公，只有舅舅和外甥，可不许露馅了啊！尊，是舅舅。舅爷，您放心，我保证不会露馅。舅爷，我帮你了。我自己来。对。外甥拜见舅妈。见过奶奶。是宝儿和九江啊，天热，你们呢？喝点水啊。先喝口水。雄鹰，我大明的皇太孙真的没死。妹子，这宝儿啊也过不下去了，我正好遇上他们，咱啊就把他们带回来了。起来吧。谢谢奶奶。大孙，这是你表叔，快叫人，快点叫表叔。表叔。好。爷爷咱们都穷的讨饭吃了，你还这么生母心？难道你没有听说过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吗？难道你没有听说过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吗？大孙啊，咱们要做的事只有拉拢那些过不下去的人才行，要不然谁跟着你造反啊？造反？洪武大帝和皇太孙要造反？我是喝醉了还是没睡醒啊？爷爷可是这一个老一个虚的，看着帮咱种地都够呛，他们没用啊。先坐。大孙，你可以先让他们去种地啊，要是他们两个不中用的话，再让他们去乞讨。必须是能够讨到钱的那种。爷爷很坏，不过我喜欢。表叔、表哥，我们可以收留你们，但是我要把丑话放在前面。如果你们没有对这个家做出贡献，那我们……家就不用要了，满门抄斩。家就不用要了，满门抄斩。重八，起来。
谢谢奶奶，谢谢舅妈。爷爷，你吹牛要分场地吹牛，还有我说话的时候你不要插嘴。大孙子是大将军，咱呢是小兵啊，咱这小兵啊，肯定听大将军的啊。先把这个东西搬到这个屋里，然后明天开垦田地，就这样决定了。好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是，走。我大孙儿真是长本事了。哎呀，就是活了那孩子了，本可以在宫里边穿金戴银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却要躲到那个破庙里边啊，守着这堆破烂当宝贝。哎，这大孙儿给我的药，还有让咱们种的那个土豆，哪样不是宝贝啊？那倒是啊。那咱看看那里边还有什么宝贝。放开我的宝贝！可恶的爷爷，放开我的宝贝！大孙，你冤枉爷爷了。爷爷那是看你那个袋子上面落灰了，爷爷想给你擦擦灰呀。爷爷，你说这话不过是骗小孩的罢了。这里面的宝贝你弄丢了一件都赔不起。大孙儿，以后你这些宝贝，奶奶帮你亲自保管，让谁都别让他动，好不好？还是奶奶最好，不像某些人。爷爷这也有宝贝，看爷爷捡到什么了。这不就是一张擦屁股都嫌硌的纸吗？这可是朝廷印的宝钞啊，是钱。那只是张纸好吧？如果换不了银两，跟以前达字发行的宝钞有什么区别？洪武皇帝没钱就印钞，要不了几年，这一贯宝钞就换不到5枚铜钱了。你竟然当宝贝？咱亲手颁行宝钞供百姓使用，怎么就和达子一样了？爷爷，你也不要太难过。洪武皇帝胡乱印宝钞，又不是毁了我们的江山，到时候百姓不相信他，也方便我们造反，不是？这宝钞真有这么大危害？爷爷，你一个乞丐还管这些干什么？洪武皇帝搞砸的又不是咱们的江山，等我们造反成功，再整治也不迟。哎，行了，你没看大孙都累了吗？大孙儿，今天晚上跟奶奶一起睡好不好？奶奶，孙儿还是自己睡吧。大孙原来都可黏着奶奶了，现在怎么嫌弃奶奶了？奶奶，那我尿床了，你可不要数落我。不会的，你记得吗？原来你尿床尿湿裤子的时候，都是奶奶亲自帮你洗的呢。那好吧。我呢？去雄鹰的屋子里睡。谁让你偷人家宝贝的？我，难道咱印的宝钞真的会让大明亡国？不行，咱得立刻召集大臣商议此事。宝钞的问题都解决不了，咱要你这个户部尚书有何用？拉出去，给咱砍了！在下无能，求皇上饶命啊！父皇息怒，如尚书掌管户部以来，兢兢业业，不曾懈怠，贸然赐死，恐寒百官之心呐。他如太素知道给咱记账，也知道宝钞购买钱粮的数量逐年下降，可他就不知道给咱解决。你说咱留他何用？拉出去砍了！砍了！
父皇，宝钞贬值乃天下大事，并非如上述一人之过。洪武8年，宝钞1贯可兑米1担，如今只能兑3斗，根源在于发行量过大。如今朝廷北伐，军费吃紧，父皇要广印宝钞应急，这……咱不印宝钞，咱拿什么供养北伐大军呢？朱标，你身为太子，咱召你觐见，不是让你到这朝堂上来看咱的笑话的，屁都不放一个。你是不是想让咱这江山毁在这纸片子之上吗？就毁在这小小的纸片子之下呀！父皇，儿臣知罪，立刻和如太素及辅臣定制计划。只是能告知父皇宝钞危害之人，定是不是奇才。父皇为何不召其入宫商议，或可消除祸患？洪武皇帝搞砸的又不是咱们的江山，等我们造反成功，再整治也不迟。看来只有咱大孙有办法了，都给咱滚吧！彪儿留下，老朽告退。彪儿，你可知这宝钞之事是何人提出的？爹，儿臣也颇为好奇，恨不得立刻向这位奇人请教。是雄鹰，咱侯大孙。雄鹰？他不才8岁，这怎么可能？满朝的文武，不如咱大孙一人。将来呀，皇位必须是雄鹰的。大孙，歇歇吧，这苦可不该娃娃吃啊！爷爷想成大事整，哪能不吃苦啊？哼，大孙，你要不再给咱讲讲那宝钞的事儿，咱正好歇歇。爷爷，你怎么老想着宝钞啊？嗨，哈哈，大孙，咱如果要是造反成功了，哎，那到时候想要坐稳江山，咱可不能走了老路啊。好吧。简单来说就是钱不值钱了，流通的钱太多了，需要的东西又太少了。朝廷的仓储只有1000贯的米粮，却发出去3000贯的宝钞，那1贯宝钞只能买1/3的米粮。确实如此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囤粮啊！眼下大明重农抑商，百姓最需要的还是粮食，只要朝廷粮食储存量足够，多发的宝钞短时间内还是撑得住的。哎，可惜呀，现在咱大明的百姓都已经吃不上饭了，这贸然提高课税，百姓定然苦不堪言啊！你爷爷，除了苛捐杂税，你就不想想其他办法吗？咱种土豆是干啥用的？量产千斤的粮食还不够你囤粮？哎呦，对呀，大孙，有我大孙的神物，那宝钞的事儿必定迎刃而解啊！哎呀，贤侄，你说咱们种植的这神物能够量产千斤？哎，等种出来你不就知道了？赶紧去干活。哎，大孙，眼瞅到中午了，咱该去抓鱼了，要不然中午饭都吃不成啊！宝儿，你们2个好好干，这地翻不完，不许吃饭。是，是，拿着，走，抓鱼，走。彪儿，又看奏折看了一宿啊？儿臣见过父皇，请恕儿臣失仪。彪儿，
宫里是谁要害雄鹰？你查出来了吗？照料雄鹰的宫女，太医院的诊脉御医，但凡雄鹰出事前接触过的人，全都过审了，孩儿无能，至今未查出真凶。接着查，在真凶查出来之前，咱就一直陪着雄鹰。儿臣领命。爹，儿臣想去看看母后，一直挂念着她的身体，能不能让儿臣去看一看母后和雄鹰？也罢，你只可以远远的看一眼。雄鹰现在做的事情是解决宝钞问题的关键，一点都不容闪失。你去看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隐蔽。儿臣谨记。儿臣谨记。别高兴得太早。如果你要是被雄鹰发现的话，千万不能和他相认。你娘说了，雄鹰最恨的就是抛妻弃子的爹。爹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别问，照做就行。啊，对了，之前让你把老四招回来，他现在到哪儿了？老四昼夜赶路，算起来应该到济南了，估计再有3天就能到应天了。他回来了以后，你带他来见我。是父皇。瞧把我的大孙小手给磨的，你爷爷怎么不知道心疼呢？奶奶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慢慢就习惯了。表叔他们也太小题大做了。不行，必须得听奶奶的。你以后啊，你可不许做农活了，知道了吗？小莲，这个项链是金的吗？这是我家传的嫁妆，但跟了夫人，小莲就立誓终身不嫁，一直守着夫人。公子若是喜欢，我送给你。那我以后给你找个王侯将相，比如景龙哥哥。那个，其实，奶奶，其实我和小莲两情相悦很久了，私下也早已私定终生，只是怕你们不同意。既然雄鹰这么喜欢金子，那这个就当哥哥送你的吧，送你的。对，送你的。既然雄鹰这么喜欢金子，毛香，我听说你攒了不少啊。是留着娶媳妇儿？夫人娘家有一个贴身丫鬟，许配给你吧。这样的话，金子也没用了，就一并都送给雄鹰吧。我的俸禄怎么能跟你这皇亲国戚比呀？快点儿！雄鹰啊，我记得你不是攒了有3颗吗？快点儿，都给雄鹰。雄鹰啊，你要是喜欢，就送给你了。行吧，那我替你保管。咱大孙这么爱财，若是日后传出去了，等他坐上皇位，还不被那帮酸儒们指着鼻子骂死啊？这雄鹰就只是个孩子，他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孩子，他未来是皇帝。那他现在也是个孩子。大孙过来一下。大孙，既然你志在天下，怎能如此爱财呢？爷爷，你不懂，这叫启动资金。有了这些，我们以后就能挣到更多的钱。成大事要走正道，居然学那商贾小人，能坐稳天下吗？
爷爷，你这就是典型的小农思想。商业很重要，利用好了就是千军万马。放屁！哎呀！洪武皇帝曾下旨，商人3代不得科举。为啥？商贾眼里边只有金银，没有百姓死活，竹墨之流，于国无益。所以啊，洪武皇帝的宝钞才会出问题。30年后，永乐皇帝在位期间，宝钞直接报废，如同废纸。什么？这清世商贾居然有这么大的害处？大孙，虽然你这神仙入梦，可这短短数日，你如何知晓了这么多呀？仙人手段，鬼神莫测。君不闻西晋王室看仙人下棋，归来已是100年。孙得仙人传道，通晓古今300年，也只是皮毛罢了。爷爷何必大惊小怪呢？大孙，你之前不是说过囤粮能够短期解决宝钞问题？这难道要根治宝钞问题，需要依赖商贾？那是当然。宝钞的根本问题就是没有足够的金银做背书，而宝钞的困扰呢，完全可以转嫁他国。我这样跟你讲吧，这方法在后世一点都不神秘。米国靠绑定石油，筹发绿币，让全世界来买单。如今大明只是开海，通商互市，什么北元呀、倭寇啊，单靠丝绸买卖就能虹吸他们所有的金银，补充国库呢。照你说的，大孙，商贾之道可以攻城略地啊。若是咱想要北伐，只用商贾一道，具体怎么实行啊？爷爷，这里，如果我们在漠北设立交易区，出售他们所必需的铁器。不行，北元狼子野心，若是有足够的铁器，他必定反攻中原。这是狼子野心，你这是养虎为患吗？哎呀，说什么？老道，你不要不懂装懂，再打断我说话，就不理你了。看吧。大孙，是爷爷不好，你继续说，你继续说。谁说卖给他们武器了？我问你，前元穷兵黩武多年，各个部落还剩下多少生活铁器？我告诉你，他们连铁锅都十不存一，底层的民众甚至连饭都做不了。的确如此，可他们如果要是把铁锅继续重铸成刀剑怎么办啊？限购啊！每户限购1口铁锅，必须用宝钞交易。如果没有宝钞的话，就用双倍金银，这样积累就可以积累金银，做宝钞背书了。可如果北元反抗，甚至继续南侵呢？把他们打服了再说。真正想要南侵的，只有北元皇室，底层北元人捞不到好处，谁还会为北元王室卖命？这就是咱们关外的屏障。北元人想要充裕的物资，就不得不来与我们交易，甚至将来可以发展成由我们管理的多民族聚集地。简单来说，商路通到哪里，哪里就是我们的疆土。说得对，北元想要改制刀具，就必须征调民众仅有的铁锅。到时候咱们借机煽动，势必引起北漠内乱。届时再行北伐，势必一举破贼呀！所以啊，我经商赚钱，有错吗？为了以后咱家发达，对抗朝廷，我们必须有宣言才行。对，一定要有宣言。孙儿，你想一个。好嘞，那我想想啊。大家跟我念。蛀虫吧，王八蛋，生儿子没屁眼儿。念啊！你们发什么呆呢？君无戏言。念。蛀虫吧，王八蛋，生儿子没屁眼。你们大点声，重读。爷爷，你怎么不读啊？
你们一起念。猪虫吧，王八蛋，生儿子没屁眼，没屁眼儿。你们念的不好，单独念。就你了，你再念一遍。啊！猪虫吧，王八蛋，生儿子没屁眼，没有气势，再来。啊！猪虫吧，王八蛋，生儿子没屁眼，大点声！猪虫吧，王八蛋，生儿子没屁眼。这还差不多。小莲和景龙哥哥，跟我去买米。爷爷，你们2个去抓鱼吧。他念的不错，让他少干点活。好，少干点活。陛下，没屁眼是吧？哥，等等我！客人，您再看看，这可是本地最好的战成道，只需要10文1斤，您买些吧。李掌柜，你就别费劲了。江夏侯的公子周吉已经发话了，你这米铺如果不让给他1斤米，也卖不出去。哼！小兄弟，你们自己盛完米，就早些离开吧。我们不是来乞讨的，我们是来买米的。讨饭的都这么有钱了，特别是把讨饭的碗给当了，买米还没人家施舍的多呢。恐怕你这一身都买不了我这金豆的一角。客人，您这少说能换1担米，不知道您要买多少？如果我说我把这里全都买了，不知道掌柜答不答应啊？小叫花子，你这金豆子一定是偷来的，我要去倚天府告你！等，臭要饭的，你竟然还敢还手！等周公子来了，谁都跑不了！原来是周府的狗腿子，他江夏侯周德兴，以前也是泥腿子，如今现在身世变尊贵，欺压百姓，怕他是忘本了吧？大胆！敢在背后非议我爹，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。你们连我周府的人都敢动，看来你们是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呀。哟，这不是江夏侯的人吗？真是威风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应天不是洪武皇帝的，是你们周家的。哼，小王八蛋，生的倒是牙尖嘴利啊！我爹江夏侯跟随陛下出生入死多年，和陛下乃是多年的好友。就你们2个臭乞丐，拿什么跟我斗？还有你，李清风，你居然敢偷偷卖米！告诉你，这家店铺我要定了，你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小侯爷，小人一家老小，就靠这种小本生意苦苦谋生，还请小侯爷给留条生路啊！放你条生路？倒不是不可以。听说你有一个闺女长得十分的漂亮动人，正好本侯爷府上缺一个暖床的丫鬟，不如今晚你把女儿送到我府上来，那么我就……小女年仅13岁，还不懂礼数，伺候不了侯爷啊，还请侯爷开恩。哼，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，强抢民女，欺压良善。姓周的就不怕洪武皇帝大开杀戒吗？人家护短，可护的是姓朱的。哼，小王八蛋，显着你了是吧？侯公子，他们2个身上有金豆子，我看就是从侯府偷的。敢偷侯府的金子，你胆可真肥呀！
交出来！敢动州府的人，来人，给我往死里打！都是被我的王霸之气镇住了。光天化日之下欺压百姓，你们就不怕锦衣卫禀告陛下吗？这锦衣卫，如果你不怕锦衣卫，我们就不能敲灯闻鼓，找洪武皇帝告御状了。啊！看什么呢？走啊！哎呀！掌柜的，不用怕，那二世祖以后再敢来，你就按我的方法吓唬他。那周忌可是江夏侯的爱子，若非这位亮明锦衣卫的身份，恐怕今天休想善了。这位少爷能受锦衣卫保护，身份肯定不一般。若是这家店铺能和他搭上关系，说不定能保得住。这位少爷，小人是万万斗不过周府的。如若您不嫌弃，小人想把这家店转赠于您，只求少爷能给小人留一份差事，养家糊口。掌柜的，平白无故，我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好吧，我打算经商，不如你把店铺转让给我。不知这些够不够？这是皇宫的物价，不知少爷怎么称呼啊？不用叫我少爷，叫我的名字就行。我叫朱英。果然，这位爷不是皇子就是皇孙。这太贵重了，别说小店，就算买下所有的米和面，都绰绰有余。我现在聘用你作为我的经纪人，一起负责这个店铺的生意。接下来先做的第一步，1天之内把这些米全部卖出去。这不可能！如果我做到了呢？如果朱少爷白送出去，别说本店的库存2000斤，就算再有2000斤，也不够糟蹋的。不仅不是白送，我还要赚更多。若真是如此，我自愿为朱少爷为奴为仆，且不收分文。一言为定。赔本大甩卖，原价15文1斤的正宗占城稻米，现在12文1斤。你拉一位亲朋好友过来购买，可享受减1文钱的优惠。拉满5人，最低7文钱1斤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真的假的？7文1斤？闻所未闻，该不会是劣质大米吧？当然，7文1斤的前提，你得拉满5人，该价格一视同仁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我这就去拉人。我在应天无亲无故，不过只要你这大米质量好，12文1斤我也愿意买。让我看看货。好米啊，这真是好米！我也要！朱少爷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原本我以为这一次我们会赔得血本无归，没想到竟比我10文钱1斤赚的还多，而且2000斤的稻米1上午就卖完了。李掌柜可还记得我们的约定？愿赌服输，李清风今后任凭朱少爷差遣，分文不取。李掌柜，你心地不坏，执行力强，这样的人我怎么能亏待呢？以后你的月钱先按1贯来结，做得好了还有分红。拿着吧，不要拒绝。剩下的钱一半用来购置新米，另一半去购置一些百姓日常急需的小商品。按照我今天的方法，卖得越快，赚得越多。堂堂大明皇太孙居然做起了商贾这种低等的行为，倘若陛下知道了，恐怕又要大发雷霆了。
咱再说一遍，以铁器开户事，借宝钞，收缴北元金银，以商为战，这就是咱定下来的北伐国策。简单来说，商路通到哪里，哪里就是我们的疆土。陛下圣明，微臣根据锦衣卫之前的奏报核算出，民间私售丝绸、茶叶等每年高达300万贯。若由朝廷官营加之开放铁器，预计3个月内大明宝钞的兑换比例可提高30%。以往如太素这些文人从没真正服过咱这个农民，咱提出大孙教咱的经济战士，这2个老小子人都傻，还是咱大孙厉害。荒谬！上古建业岂能治国？周礼有云，周礼管得了北元人用石头擦屁股吗？蓝玉，陛下，末将多次征讨北元，所经部落中铁锅等物实不存一，残存妇孺等都对北元王室心存不满。以陛下之气，闲置每户只可购买1口铁锅。倘若北元再度强征铁器，势必离心离德，不出5年，北元不攻自乱。圣人教化，当以仁政。任你姥姥！前元攻占中原100年，你怎么不去教化？若非陛下驱逐鞑虏，一怕仍使之断己之权。你粗鄙！够了，文圣公，咱问你，你淫淫之费可能击溃北元大军？咱再问你，等大明的商贾将大明的茶叶卖到沃难河，北元的崽子们喝着咱大明的茶叶，吃着咱大明的粮食，手里只剩下大明宝钞时，谁还记得黄金家族姓博而止金？到时候咱在你脸上刻上侮辱误国，可好？臣岂骸骨？传旨，设大明通商司，凡用生意割北元肉的，皆砍或封赏。陛下圣明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回朝。蓝玉，你可知刚才咱说出来的计策是由何人提出的？难道不是陛下您？这叫是雄鹰。什么？雄鹰？太子殿下，雄鹰还活着？他人呢？我太想他了。哼，好歹是跟咱打天下的大将军，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？蓝玉，咱大孙还活着的消息是绝密，宫里可能有人要害他，咱目前还没查出头绪，所以咱派了2队御林军到宫外去保护他。你可愿给咱做个统领？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儿臣拜见父皇。爹啊，您和大哥这是演哪出啊？老四，跪下。咱跟你商量个事儿。爹啊，儿臣最近也没犯什么错啊。现在没犯错不代表以后不犯错。大孙说20年后你会成永乐大帝，咱到时候岂不是要高呼草民朱元璋拜见永乐大帝？老四，咱再提醒你一次，咱给你的才是你的，咱不给你的，你不准抢。爹啊，是谁在背后说我坏话了？我可一直都听您的。起来吧，把这身衣服穿上。爹啊，您这是要把我贬为乞丐啊？让你穿你就穿，你没看见咱也穿着呢吗？老四，你的身份是逃兵，一会儿见了雄鹰侄子，别给咱露馅了啊，知道吗？哦。四叔，你现在当逃兵那是正好啊，这强壮的身子，那以后可是有大用处的呀。大侄子，什么将来？什么大有作为？我们要模仿燕王朱棣，奉天靖难，造反称帝，你绝对会是一员猛将。爹，娘，我没有啊。
大侄子，你可别害四叔啊！四叔啊，瞧你这胆子，造反计划是我和爷爷商量好的，就算你不参加，也不能跑。哈哈，大孙说的对呀，老四，一切听大孙安排吧。现在跟我来念入伙宣言：朱重八，王八蛋，生儿子没屁眼儿。我屁股保不住了。咱让你奉天靖难啊，让你永乐大帝。爹，儿臣冤枉啊！这些事儿儿臣还没做呀。你现在没做，不代表以后不会做啊。反正咱冤枉不了你，这顿打挨得不冤。大哥，用这种理由打儿子，还真是闻所未闻。爹，你就是生要想打我了。老四，咱立嫡立长，为的就是怕你们骨肉相残啊！你大哥平时待你们不薄，况且论其治国之才，你们几个加到一块儿都不及他的1/1000。你说，为了个位置，你至于吗你？爹呀，你和娘一直东征西讨，是大哥一手把我拉大的，他让我往东，我绝不敢往西，我怎么可能反他呢？还敢狡辩是吧？犟嘴，犟嘴！罢了罢了，你以后就给我留在应天府吧。正好，咱大孙整出来那个什么亩产1000斤的神物，你就给我留下来种地啊！乖孙，玩去吧啊！慢点跑啊，别摔着。太子殿下，没想到雄鹰不但还活着，皇后娘娘的身体也比以前好多了。是啊，只是不知为什么父皇一直不让我和雄鹰相认。儿臣见过母后。末将蓝玉参见皇后娘娘。平身吧。冲八可是说你把我们娘仨都赶出家门了，现在雄鹰对你的印象可不太好啊，所以你们最好不要被他看到。母后，雄鹰还是记不起以前的事吗？父皇也真是，怎么能在雄鹰面前如此编排儿臣，导致现在亲子在前，却不能相认。彪儿，不过呢，你也不要太难过，雄鹰迟早要回宫的，我相信他总会知道我们的一番苦心。哎，奶奶呢？大孙呐，他们是谁？他是你的远房舅爷，远房舅爷。舅爷？你是将军吗？乖孙儿，舅爷只是个小头领，带了2队人马。舅爷，你能帮忙搞到火铳吗？乖孙儿，你要火铳干嘛呀？难道是想打鸟？我要研究一下火铳的工艺，看看能不能改良，或者如果现在制铁水平足够，没准能搞出新式火枪。你认真的？真能改进火铳？好，火铳就交给我。舅爷，他是谁啊？儿子，你果然不记得我了，是我不好，没照顾好你，我对不起你和你娘。他是给舅爷提供火药的。对。这位兄台，我有一笔大买卖，不知道你有兴趣没有？什么买卖？给我一批做火药的原料，硝石、硫磺、碳粉。如果你有白糖的话，也给我算上吧。乖孙儿啊，你说的那些可都是违禁品，而且需要很多钱的，你还是别打主意了。这些够了吗？不够，我还有。这黑火药威力太大，你小小年纪，不要因为一时好奇，反而害了自己。区黑火药还敢说威力大？山猪没吃过细糠，放心吧，等我制作出威力更强的火药，让你们开开眼。大孙啊，这火药之事毕竟事关重大，你看要不要先跟你爷爷商量商量？
舅爷是自己人，就算以后要造反，舅爷在九族之列没得选择。倒是这位军火商得想办法搞出来点关系。有了，结拜。不知这位兄台尊姓大名？姓朱，名彪。啊，你是大明太子？不知这位兄台尊姓大名？姓朱，名彪。啊，你是大明太子？不，不是标准的标，是彪悍的彪。吓死我了！彪哥，我感觉跟你一见如故，可不可以拜你为兄弟？哎，乖孙，万万不可！他也是舅爷的亲戚，和你娘一样喊我舅舅的。怎么不早点说？谁能想到那个混小子会拉着自己的亲爹结拜啊？舅舅，我有事儿，先走了。表叔，别忘了我们的买卖，侄儿等你的货。朱重八，你给我等着！哎，四叔，你坐呀。大侄子，四叔还是站着。爷爷，我跟你说的要弄火药的事情，你觉得如何？大孙，火药的事情太过凶险，等时机成熟了，咱再找工匠给你去办啊。哼，爷爷，一点都没有志气造反。我还想着做出新式火枪，打江山的时候作为我们的杀手锏，可你只会拖后腿。大孙，咱已经有火铳了，没有必要冒险。万一要出了意外，哎呦，火铳是个垃圾，它的射程只能有100步，而我设计的新型火枪，它的射程有500步，而且换弹更快。什么？500步？你没骗咱？那当然了。你做的火枪，那射程真的能到500步？当然了。大孙，咱支持你，需要什么咱都给你。这才有点帝王的气概嘛。哎，大孙，咱可不稀罕当皇帝。等到咱造反成功了，你来做皇帝，咱呀做太上皇。一个是大明皇帝，一个是大明皇长孙，造反？造自己家的反吗？大孙，你还没有想起来以前的事吗？爷爷，以前的事有那么重要吗？你想想，现在我们的土豆啊要收获了，咱们的新式火枪马上也要出炉了，这都是我们以前没有的，所以放眼未来才是最重要的。舅爷，表弟啊，土豆浸干我都清理好了，咱们快来看看收成吧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1740斤，这简直就是神迹呀！这还不错。什么叫还不错？这可是当时粮产的10倍之数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啊，倘若是洪武皇帝得此良种，这天下百姓将都能吃饱饭，甚至可以供养3倍的人口，那将是又一个汉唐啊！爷爷，你想多了，洪武皇帝怎么可能给百姓这么多粮食？再说了，土豆是我们的秘密武器，而且真正能让土豆造福天下的只有我们。这大孙，你为何说洪武皇帝得此神物，却不能造福百姓？他真有如此不堪吗？爷爷，你先不要问了，我们先去把土豆收了，回去有时间再跟你说。好。参见太子妃。周记，你去门口守着，任何人不能靠近。是。太子妃，在下有重要事情通报。说吧。朱雄鹰没有死。不可能。本宫亲眼看着他从乳母手中接过染着斗阵浓血的帕子，上面还绣着他亲娘的乳名。朱雄鹰
已经死于斗阵，还有他亲娘的乳名朱雄鹰已经死于斗阵。朱雄鹰，皇太孙、皇长孙，是太子妃害死他。皇上的内斗果然黑暗啊！小夏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小侯爷，奴婢正要为允文殿下奉茶。奉茶？啊？不用奉，现在没用。小夏，茶没了就不用奉了。好几天没亲热了，想我了没？小侯爷，太子妃还在呢。哼，他一时半会儿出不来。太子妃，朱雄鹰所中土豆，乃是臣亲自称重核算，绝无虚假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还活着？为父皇立下大功的，应该是我儿允文才对。允文殿下恐怕与地位无缘了。朱雄鹰此番功绩，堪比神农在世，大明再无饥荒之虑，乃至重现盛唐繁华。可是我的决定，注定繁华与我无关。太子妃误急，经老身观察，朱雄鹰疑似失魂，遗失了之前的身份。如若不然，陛下怕早已告诏皇太孙回归之事。皇太孙？哼！皇太孙只能是我儿朱允文。既然他失了魂，那就让他再死一次好了。这是谋逆！这是谋逆！太子妃，老臣什么都没听见，还请您放过老朽一家。卢少主，你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别忘了，你这个户部尚书贪墨多少，该判什么刑？你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。户部大堂外，陛下扒皮割草的草人，可是天天都在你头上晃。你只有全力支持允文，助他登上皇位，你儒家才有活路。况且，陛下立嫡立长，皇太孙只可能出自太子一脉。朱雄鹰一死，除了我儿允文，陛下和太子，哼，都别无选择。好，太子妃，我安排死士刺杀朱雄鹰，倘若失败，还请您保我儒家一丝血脉。那是自然。周记，带卢尚书出宫。周记。你好香啊！周记，你不想死吗？周记，你想死吗？太子妃，太子妃饶命啊！太子妃饶命啊！太子妃，太子妃！周记，你爹江夏侯安排你入宫的目的都忘了吗？你可知你今日险些坏了大事？太子妃，求你开恩啊！求你开恩啊！太子妃，求你开恩！要不是你爹江夏侯为我做那么多事，你10颗脑袋都不够砍。祸乱东宫，你知道多大的罪吗？太子妃，求您饶了我一命，我不想死啊！太子妃，你救救我，救救我啊！太子妃，饶了你可以。他死
太子妃饶命啊！太子妃，奴婢再也不敢了！太子妃饶命啊！太子妃，他死，你才能活，处理干净点儿。阿宝，我不要死啊！你愿意陪我做一对苦命鸳鸯吗？好，我愿意。太子殿下，你安心回宫，雄鹰有我守着，你尽管放心。唉，已经3个月了，雄鹰始终记不得以前的事，我这个当爹的，始终对他有愧疚。什么狗屁太子妃！小夏明明是东宫的宫女，我和她碍着你什么大事？你还让我把她杀了，你可真狠毒啊！是江夏侯周德新家那小子祸乱后宫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郡主，抓他去诏狱，传姑旨意，让锦衣卫严审。姑要去问问吕氏，母后不在，她这个太子妃是怎么管的后宫？太子爷您来了，妾身这就给您泡茶。吕氏，姑问你，后宫是什么地方？我再问你，你的侍女小夏呢？小夏半日前说要出宫省亲，妾身准了她3日假。出宫省亲？怕不是去阴曹地府省亲了吧？需要姑提醒你吗？江夏侯之子周忌。太子爷恕罪，小夏先前是伺候长姐姐的，妾身知道她与周忌的丑闻，心知太子爷不便处理，妾身擅作主张，掩盖了丑闻。长姐姐，太子啊太子，你果然对那个蠢女人念念不忘。无论我怎么做，都取代不了她在你心里的地位。不过我也不在乎，只要允儿能将来继承皇位，我什么都可以不在乎。罢了，后宫丑闻有损皇家颜面，我会下令锦衣卫以其他罪名判处周忌。母后身体欠安，后宫的事你多费心。哼，朱雄鹰，我要让江夏侯知道是你的亲弟弟告发了周忌。不知道江夏侯痛失爱子会怎么杀你？还不说？说不说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有重要事情，我要跟你说，给我个痛快吧。说，毛指挥使，那天我见到的小孩是皇太孙朱雄鹰吧？啊！如果你只想跟我说这些的话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我要说的是，太子妃就是一条毒蛇。如果我不说，就算朱雄鹰回到宫殿，也难逃一死。毛指挥使，这下能给我个痛快吗？在你说出这个秘密之后，你的生死只有一人能定夺了。哈哈哈！啊！陛下，宫中那条毒蛇找到了。什么？说害咱大孙的那条毒蛇找到了？是谁？是吕氏太子妃。啊！什么？吕氏居然拿雄鹰生母的帕子故意沾上毒毒，害死咱大孙！咱大孙才8岁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他怎么敢的？该死，该杀！周介还交代，这是吕氏和户部尚书如太素密谋时，他偷听到的。如太素，不好！如太素见过咱大孙，大孙有危险！宝相，调动所有的锦衣卫去保护大孙。传令御林军包围如府、吕府、州府，传令应天府。没有朕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准调动一兵一卒。臣遵旨。娘，你们快走！
救命！不许伤害我奶奶！大侄子好样的！火枪只能开1枪的机会，你说是我的刀快，还是你装填子弹快？你想要什么？金银珠宝还是高官厚禄，我都可以给你，只要你能放过我们。哼！我要你孙子的命！去死吧！谁说我只有1把枪？大孙儿，你可吓死我了！你没事吧？末将，乖孙，你没事吧？贼人突然夜闯军营，没能及时来救剿匪，让你受惊了。没事的，舅爷，这里都成这样了，恐怕是不能待了。走，去舅爷军营，那边已经安定了。走。大侄子，还有我呢。都忘了。大侄子，你四叔都快被人劈成2半了，你再把我忘了。大孙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，大孙！大孙，哎呀，没事就好，可吓死咱了，咱还以为要再次失去你了呢。这就是你说的保证万无一失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件事情如果你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跟你没完。那个咱什么咱？这大孙的命都快没有了！我告诉你，朱重八，大孙必须得回宫，立刻，马上！奶奶，你叫爷爷朱重八？爷爷，你真是朱重八？大明洪武皇帝？大孙，你先别问，咱先问你，还想不想造反了？爷爷，你别告诉我你不是皇帝。大孙，这些都不重要，咱答应过你，和你一起造反的，就一定要满足你的愿望。大孙，敢不敢跟咱一起攻入应天府，坐上龙椅啊？敢！打倒朱重八，攻陷应天府！打倒朱重八，攻陷应天府！